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病房，叶然坐在病床上，手里拿着一份医生开的药物清单，眉头微皱。他的伤势已恢复了大半，但身体仍有些虚弱，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白纸。顾婷站在一旁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盒，里面是张毅熬的鸡汤，香气从缝隙中溢出，弥漫在空气中。他低头看着叶然，语气平静却透着一丝关切。医生说今天可以出院，我已经让人收拾好公寓，你回去后好好休息。叶然愣了一下，抬头看向顾婷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过去的顾婷从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，更不会亲自为他安排这些琐事。他低声道：谢谢，不过我自己可以。声音中透着一丝疏离，像是还在试探顾婷的态度。顾婷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，将保温盒放在床头柜上，低声道：先喝点汤，这在楼下等着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出病房，背影高大却透着一丝小心翼翼。叶然看着他的背影，心头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，脑海中浮现出昨晚顾婷坦白时的脆弱模样，内心的防线又松动了一分。出院后，顾婷亲自开车送叶然回公寓，车内气氛安静，只有窗外传来的微风声和引擎的低鸣。叶然坐在副驾驶上，目光停留在窗外的街景，脑海中却挥之不去顾婷昨晚的话。他想起3年前初见时的心动，那时的顾婷冷漠却透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吸引力。可3年过去，那些冷漠与疏离却成了他心底最深的伤口。如今顾婷的温柔举动让他感到陌生，却又温暖的让人无法抗拒。回到公寓后，顾婷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帮叶然整理行李，甚至亲自去药店买回了医生推荐的伤口恢复药物。叶然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顾婷将一瓶瓶药膏摆在茶几上，眉头微皱，低声道：这些你不用亲自做的。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习惯，可眼神却透着一丝动容。顾婷抬头看他，眼神中透着罕见的柔和，低声道：我愿意做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认真。叶然愣了一下，心跳加快，脑海中浮现出过去3年顾婷冷漠的模样，可现在的他却像变了一个人，让他有些无所适从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顾婷的温柔举动越来越多。清晨，他会亲自开车送叶然去10通钟表行上班，傍晚他会准时在店外等候，手中拎着保温饭盒，里面是热气腾腾的饭菜。这天晚上，叶然加班到很晚，10通老店外的街道上夜风微凉，路灯昏黄，映出顾婷站在车旁的身影。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，手里拎着一个饭盒，目光停留在店门的方向，眉头微皱，似乎有些不耐，却始终没有离开。叶然走出店门，看到这一幕愣了一下，心头涌起一种陌生的暖意。他低声问：你怎么来了？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，可眼神却透着复杂的情绪。顾婷将饭盒递给他，语气平静：怕你饿着，热饭，吃完再走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像是命令，可眼神中却带着一丝关切。叶然接过饭盒，手指触碰到顾婷冰凉的指尖，心头一震，低头掩饰自己的情绪，低声道：谢谢。他打开饭盒，里面是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和米饭，香气扑鼻而来，让他胃里一暖。顾婷站在一旁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夜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路灯的光芒映出他深邃的眉眼，透着一股罕见的柔和。叶然低头吃着饭，脑海中却挥之不去顾婷坦白时的模样。他开始重新审视对顾婷的感情，回忆起3年前初见时的心动。那时的他满怀期待，以为婚姻会是童话的开始，可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击碎。顾婷的冷漠，含肉的存在，那些八卦新闻的嘲讽，都像一根根刺扎在他的心上，让他不敢再轻易敞开心扉。可现在，顾婷的温柔却像一束光，照亮了他心底的角落，让他开始犹豫，或许他可以试着相信一次。顾婷察觉到叶然的犹豫，没有强迫，而是用行动慢慢靠近。这天晚上，叶然回到公寓时，
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杯温水，水温恰到好处，旁边还有一张便签，上面是顾廷龙飞凤舞的字迹：别熬夜，早点休息。叶然愣了一下，心头涌起一种陌生的感动，脑海中浮现出顾廷站在食通店外等候的模样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丝笑意。两人关系虽未明朗，但已不再像过去那般冰冷。叶然开始习惯顾廷的存在，甚至在疲惫时会不自觉地期待他的出现。可同时，他对过去的伤害仍保持警惕，不敢完全敞开心扉。他知道顾廷的坦诚是迈出的一步，可3年的伤口不是短时间能愈合的，他需要时间，也需要确认顾廷的改变是否只是暂时的温柔。这天晚上，叶然坐在公寓的阳台上，手中端着顾廷留下的温水，目光停留在远处的夜景。西新区的灯火璀璨，可他的心却像这片夜色，平静却又暗藏波澜。他低声自语：叶然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像是连自己都无法给出答案。与此同时，顾廷站在公寓楼下的车旁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方向盘，目光停留在叶然房间的窗户上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他知道叶然的犹豫是对过去伤害的防备，可他并不急于求成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，那只昂贵的手表指针一分一秒地走着，可他的心却不再像过去那般冰冷。他低声自语：顾廷，慢慢来，他会看到的。声音低沉而坚定，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。夜风微凉，食通老店外的街道上，路灯昏黄，映出顾廷离开时的背影，高大而挺拔，透着一丝孤独。叶然站在阳台上，看着他的车渐渐消失在街角，心头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他知道两人之间的隔阂仍在，可顾廷的温柔却像一颗种子，在他心底慢慢发芽。他低头喝了一口温水，水温刚好，像是顾廷的关怀，恰到好处地温暖着他的心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夜色越来越深。叶然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。他翻出手机，翻看着与顾廷的合影，那张照片是审查时拍的，两人站在一起，顾廷表情冷漠，叶然却笑得有些局促。如今他看着照片中的顾廷，脑海中却浮现出他站在店外等候的模样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丝笑意。与此同时，顾廷回到自己的豪宅，站在书房窗前，俯瞰着西新区的夜景，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窗台，指节泛白。他想起叶然接过饭盒时低头掩饰的模样，心头涌起一种陌生的冲动。他想抱住叶然，告诉他自己再也不会让他受伤，可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低声自语：慢慢来，他会相信的。声音低沉而复杂，像是对未来的一个承诺。夜色深沉，西新区的灯火如繁星般点亮了这座不夜之城，可顾廷和叶然的心却都在黑暗中寻找着彼此的光芒。他们的关系开始缓和，可前路依旧漫长。情感的修复像一场漫长的旅程，缓慢却带着希望。